好，我是兔子，各位父老乡亲、远方亲友、过关勇士们，好消息！为了让大家出入境更顺畅、更舒适、更幸福，大马政府宣布决定豪掷5807万令吉，全面升级新山关卡及苏丹阿布巴卡大厦的基础设施。这不仅是国家现代化的一大步，更是对每一位通勤者的贴心关怀。想象一下，从今往后，你的过关体验将会像丝绸般顺滑。政府承诺优化海关，提高通关效率，确保大家不用再在拥挤的队伍里和陌生人肩并肩，心贴心地度过漫长时光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官员将使用更先进的二维码通关系统，避免因旧电闸、手持机故障而造成的尴尬场面。政府的这番良苦用心，让我们深刻感受到，他们不仅在修桥铺路，还在修心、铺爱。试想一下，未来的通关流程或许是这样的：清晨，你精神抖擞地来到关卡，轻轻一扫二维码，闸门应声而开，你迈着轻盈的步伐，踏入彼岸的国度，开启美好的一天。夜晚，你疲惫地拖着身躯返回祖国，温暖的灯光照亮了整条通道，海关官员笑脸相迎，仿佛在说欢迎回家。遇上假期高峰，没关系，先进的系统会自动调配车流人流，确保通关速度丝毫不受影响，避免以往那种堵在桥上、心如死灰的状况。这不禁让人感叹，政府真是操碎了心。他们殚精竭虑，费尽心思，就是为了让你在跨境的路上少一点烦恼，多一点温暖。这样人性化的政策，简直就是政策界的暖男。但很诡异的，在底下的网民留言却是：没有必要，只要认为的错误不要天天犯，大家都可以不用塞车。我都不信你，演戏多过做工。底下回复：昨天就有厂巴在其他人被抓。这个说，拜托，最该处理的是把厂巴和公共巴士上下车道路分开，每回都是厂巴堵塞，引致公共巴士无法顺畅通行。如果要实行禁止不让人搭厂巴，先搞好规划，否则只会让公共巴士的队伍更加混乱。怎么感觉回复都是负面的？是恶意抹黑，还是有先见之明呢？接下来是网民发给我发生在今天的现场情况。天啊，看了真让人捏一把冷汗。巴士一边通行，行人就在巴士旁，若一个不小心，后果不敢想象。看来现实总是比梦想骨感，所有美好的梦想在现实面前往往会变成一场笑话。政府拍胸脯保证的优化海关高效通关，在执行时却变成了新增混乱全面瘫痪。想象一下，每天已有50万人在新山关卡进出，如今突然推行，结果车流优化，结果是排队排到降。
据网民说，往常只需要1小时通关的旅程，今天单排队就2小时。那些满怀希望的跨境通勤者，如今只能站在队伍里，听着前方的人抱怨。官员坐在冷气房订政策，我们在这儿流汗瞎排队。交通乱象更是让人哭笑不得。以前虽有堵塞，但至少还有乱中有序，今天是乱上加乱，通关者全都陷入通关拉锯战。此起彼落的不要推，排队啦，车笛声，鸣笛声。估计很多通关者心里一定会想，以前堵车起码还能预测时间，现在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过关。是不是要带帐篷？顺便预约一下明天的早餐外卖。更可怕的是，在这种混乱的环境下，随时事故频发。司机急躁，行人胡乱穿梭，一个不小心便可能酿成悲剧。政府的美好规划非但没有让通关变得高效，反而制造了更大的不便，甚至危害了所有使用者的安全。所以，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每次优化都会先变成灾难？为什么政策的制定者总是热衷于大刀阔斧，却不考虑实际操作的事前预备？为什么每次都要等到民怨沸腾后才会进行修补？政策初衷当然是好的，但如果执行者连最基本的规划都没做好，那最终受苦的还是普通百姓。政府想让新山关卡成为全国最繁忙的国门，同时也应该想想，如何让它成为全国最顺畅的国门。毕竟，人民要的不是一场通关冒险记，而是一次安心、顺畅、无忧的跨境旅程。